大家好，我是俊谷。上一期视频说到我来到凤凰古城，这是一个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城，是一个非常美丽又有文化底蕴的旅游目的地。古城是免门票的，但是里面每个精华景点都是需要单独购买门票，或者你也可以买一张套票，所有收费的景点都可以通用。我在逛完沱江边和沈从文故居之后，就去了离古镇中心有1.4公里远的沈从文墓。那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所以我就沿着沱江边一路往回走。在回去旅馆的路上，我还想尝尝古城的美食。吃完晚饭之后，我还可以欣赏一下古城的夜景。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差不多6点钟了，今天已经逛了一整天了，有点累了。来看一看这个古城里面呢有什么美食。叶尔巴巴那个。叶尔巴巴，这个呢绿色的。这是青凉果。青凉果。这个石锅鱼的话，放的是什么鱼呢？我们做份的鱼的话，你可以来68一份，它可以是草鱼，也可以是乌江。那我就来一份石锅鱼呗。石锅鱼68一份，对吧？啊，对。这个位置相当不错，可以看到外面的江景。这么一大锅啊！一份有这么多。这么一大份，感觉一个人吃还是有点多的。我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特色美食石锅鱼，但是我没有吃几口就感觉到这鱼不怎么新鲜。或许这68元一份的和新鲜活鱼按斤称的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同，所以也没有心情再去说这是什么味道的了。我也不想跟店家纠结什么，没吃几口我便离开了这家店。刚刚已经吃完石锅鱼出来了，感觉不是很新鲜了，所以吃饭的时候呢，我都没有怎么说话，我也不想怎么跟他们理论，付了钱我就出来了。傍晚时分，进入这个镇子里面来去逛一逛。此时也没有太多心情去欣赏古城的夜景了，就直接回去旅馆了。说到这家旅馆也是蛮搞笑的，我入住的时候，前台客服跟我说，我订的房间是比较小的，现在给你免费升级一个更大更好的房间，然后请你给我们一个好评。我出来旅行这么长时间了，知道这是店家为了得到更多好评的惯用伎俩。好评多了，在平台上的排名也就靠前了。其实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进入房间后，我却发现墙壁、地板都很脏，特别是毛毯地板上还有一些食物的残渣。我就要求店家叫服务员来清理干净，他说给我换一个房间，结果只是稍微好了一点点，总体上还是挺脏的。旅馆的价格其实并不贵，只是100多，房间的配置可以简单，甚至可以简陋，但是它必须要干净卫生。店家想尽了办法要得到更多的好评，而忽略了能够得到好评的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做好卫生。所以这个好评我自然不会昧着良心给。由于我带的东西多，也不想换旅馆浪费时间了，所以就将就一晚算了。我想说，凤凰古城本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由于一些因素的存在，给到我的感受也就不怎么好了。刚刚已经从凤凰古城的停车场出来了，停了2天车，收了80块钱。凤凰古城这里停车位也是非常的紧张啊，因为它整个镇子呢就是群山环抱，地方呢比较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边呢并不是古城，而是古城的周边。街道上的这些建筑啊都是类似仿古建筑。现在准备去尖朵朵瀑布，离凤凰古城大概是70公里，需要2个小时20分左右。可能因为这个道路啊并不是高速啊，走的是一条乡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快离开凤凰古城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点被过度开发的这样一个景点，所以就连夜景呢我都没有出去看了。今天我去的尖朵朵瀑布啊，它是属于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景点，它的落差大概是有236米，是咱们中国啊落差最高的瀑布之一。它比黄果树瀑布啊还要高上158米。
我以前也去过黄果树瀑布，也去过黄河的壶口瀑布，但是这些瀑布呢都是已经被开发得十分的商业化了，一张门票都是要卖到100来块钱，而且呢游客会特别多。如果说你是在旺季的时候去的话呢，基本上也是看人头多过看瀑布。为什么尖朵朵瀑布会这么吸引我呢？那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完全还没有被开发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属于野生的瀑布。出来旅行这么长时间，就会感觉到那些被开发得高度商业化的景点你会感觉到里面非常的嘈杂，很多人，而且满大街呢都是那些导游喇叭的声音，就会让人感觉到十分的烦躁。而这些原生态的景点反而会让你的内心更加的平静。还有15公里就到了，但是这15公里却需要40分钟。那么这个路应该就是相对比较难走的。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湘西的大山深处了，刚刚是经历了山路18弯。这条路比较窄，但是会车勉强还是可以的。这段路就是连续下坡，而且还有很多急转弯。不经历风雨，怎能有传奇？我会在这里等着你。你要去哪里？跟我没关系，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要继续，现在我们必须在一起。这段路就是盘着这座山，然后一直走到山谷底下。现在已经明显感觉到海拔越来越低了，因为我的耳朵都有一点感觉了，感觉好像是被空气挤压一样。下到山谷底下了，但是看导航还有4.9公里，需要20分钟。山底下是有几座房子，应该是属于村委会之类的。会车。农家乐尖朵朵，这里周边呢也是有一些旅游的配套了。从这个山谷底下往上面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山呢是非常险的，也只有这么险的山呢才会有瀑布。一只小狗躺在马路中间。哇，他们这里的房子连墙壁都是用鹅卵石来铺的，比较有特色。上面还有一座纯粹用泥巴还有秸秆作为墙壁的房子。哎呀，这里会车有点难了，那我就退吧。
这条村道确实是十分的窄，会车的话呢，也是相当麻烦。前面还有一对摩旅者。其实像这种路，确实还是更加适合摩托车。前面这段路就是泥路了，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这样的路其实还不算是特别难走，只要路上的石头不会太高的话呢，就不用担心。如果说是会晕车的人呢，这样的路可能大概率是会比较让你吐。还有1.3公里，即将要到。到了，我看到有很多车都停在这里，我想上面应该是不好放车。终于到了，这里放着一排车，要去到瀑布的下方，还要先走过这样一段路。下来了，瀑布的下面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岩石。站在瀑布的下方会感觉到一股非常凉的气流直扑你的身上，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一样。在瀑布的左下角还有一座小的瀑布。站在瀑布的下方往上看，有一种水从天上来的感觉。从尖斗斗瀑布飞溅下来的水就像是白丝巾一样随风飘扬。瀑布的水飞溅到这滩水上面就形成了雨雾。这个雨雾散发到四方，就像是人间仙境一样。在瀑布的两边长了很多绿油油的植物，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虽然我去过不少瀑布，但是这座尖斗斗瀑布是我目前所见到过的落差最大的。两只非常可爱的鸭子在这里找吃的。